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电话那头，一个苍老但威严的声音冷冷地响起：“你是卓远。”他连忙挺直了腰板，恭敬地回答：“董事长好，我是。”短暂的沉默后，那声音陡然提高了几个分贝，带着雷霆之怒，仿佛要穿透听筒，直接震碎他的耳膜。我外孙女的典礼，你也敢拦？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于静涵把工牌挂在胸前，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高档香薰和咖啡混合的味道，这是启星集团总部的味道。能从上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到市场部的实习 offer， 他靠的是连续2年的国家奖学金和一份堪称完美的项目履历。没有人知道，启星集团的创始人，那位在财经杂志上才能一睹真容的商界传奇文人义，是他的外公。他不想活在外公的光环之下，所以他选择了隐瞒身份，从最基础的实习生做起。他想用自己的双手去挣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市场部的办公区很大，几十个工位整齐排列，键盘的敲击声此起彼伏，像一首紧张而有序的交响曲。于静涵的座位被安排在靠窗的角落，阳光正好可以洒在他的桌面上，让他感觉一丝暖意。带他的老师叫许丽，是个性格温和、业务熟练的前辈，对于静涵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耐心解答，这让他初入职场的焦虑缓解了不少。然而，这份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部门经理卓远结束了为期1周的海外出差，回到了公司。卓远这个人今年35岁，在启星集团已经工作了近10年。他能坐上市场部经理的位置，据说是因为跟对了领导，加上自己也确实有几分小聪明。他身材微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件质地精良的衬衫，即便是坐在椅子上也没有丝毫褶皱。他看人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审视和挑剔。卓远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所有新来的实习生开会。会议室里气氛有些压抑，卓远双手交叉放在会议桌上，目光缓缓扫过在座的每一张年轻面孔。欢迎各位加入启星集团市场部。他的开场白听起来很客气，但语气里却透着一股居高临下的疏离。你们都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天之骄子，但在我这里，过去的成绩全部清零。我不管你们在学校里是学生会主席还是什么社团的社长，到了这儿，你们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实习生。他顿了顿，似乎很满意自己营造出的严肃氛围。我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和高效的执行力。不要跟我讲你们的个性，也别跟我谈你们的想法。在我没有让你们发表意见的时候，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听、学、做，明白吗？几个实习生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于静涵坐在角落，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他能感觉到，这位卓经理的掌控欲极强，似乎很享受这种对新人发号施令的感觉。这和外公经常教导他的尊重每一位员工的创造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会议结束后，卓远开始给实习生们分派任务。说是任务，其实大多都是些整理资料、复印文件、
预定会议室之类的杂活。于静涵被分配到的工作是整理过去3年部门所有的项目数据，并进行分类归档。这是一项极其枯燥且繁琐的工作。面对着电脑里上百个文件夹和数千份文件，他没有丝毫怨言。他知道，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一个职场新人都必须从这些最基础的事情做起。接下来的2周，于静涵几乎每天都是部门里最早来、最晚走的人。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将每一份项目报告都仔细看了一遍。他发现，很多项目的后期复盘报告都做得非常粗糙，甚至有些关键数据出现了明显的逻辑错误。他默默地将这些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并用红色的字体进行了标注。这天下午，卓远正好路过他的座位。他看到于静涵的电脑屏幕上是一份被标记了多处红字的报表。你在干什么？卓远皱着眉头问道。卓经理，我在整理归档去年的项目数据，发现这份关于星辰计划的复盘报告，这里面的用户增长数据和前期的市场投放预算似乎有些对不上。于静涵站起身，礼貌地回答。他指着屏幕上的2组数据，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疑问。卓远起初脸上还带着一丝不屑，他觉得一个实习生能懂什么。但当他顺着于静涵指的方向看过去，脸色微微变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是他去年亲自审核签字的报告。如果被审计部门发现，他难免要担上一个工作疏忽的责任。这个地方确实有点小问题。他故作镇定地清了清嗓子。看来你工作还算用心，不错。把你有疑问的地方都整理出来，下班前发到我邮箱。说完，他便背着手，慢悠悠地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于静涵以为自己的认真得到了认可，心里还有些高兴。他花了1个多小时，将所有发现的数据疑点和逻辑漏洞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文档，发给了卓远。第2天是部门的周例会，会议上，卓远把那份星辰计划的复盘报告拿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轻描淡写地指出了其中的数据问题。他将这个问题归结于去年团队成员的粗心，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标榜自己是如何在百忙之中依然能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这个隐藏的风险。整个过程，他对自己签字审核的失误一字不提，更没有提及于静涵的任何功劳。最后，他还意有所指地总结道：工作一定要严谨，细节决定成败。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对数据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会议室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于静涵坐在角落，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有点闷。他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也并不计较功劳被抢。但卓远这种颠倒黑白、粉饰自己的做法，让他第一次对职场的复杂性有了切身的体会。他低下头，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许丽在会议结束后，悄悄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颗糖。别往心里去，许丽小声说。卓经理他就那样，习惯了就好。于静涵抬起头，对许丽报以一个感激的微笑。谢谢丽姐，我没事。他将那颗糖攥在手心，糖纸的棱角硌得他手心有点疼。
他告诉自己，这只是成长路上的一点小波折，没必要太过在意。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总有一天会凭实力证明自己。他默默地消化了这份委屈，继续投入到繁杂的工作中。办公室里的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戴着一副得体的面具。大家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表面的和谐，没有人会去点破那些藏在暗处的规则。于静涵觉得自己像一棵刚刚破土的幼苗，正在努力适应这片看起来光鲜亮丽，实则土壤成分复杂的森林。他安静、勤奋，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慢慢的，一些老员工也开始把一些重要的辅助性工作交给他，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不爱说话的小姑娘做事不仅效率高，而且差错率极低。于静涵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地在部门里站稳了脚跟。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赢得应有的尊重。但他显然低估了卓远这种人对于权力的迷恋，以及拿捏新人时所能获得的快感。6月，盛夏的序幕缓缓拉开，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毕业季特有的那种既伤感又充满希望的气息。于静涵的大学毕业典礼定在了6月20号，一个周五。对于每一个即将告别校园、踏入社会的学子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它不仅意味着一段青葱岁月的结束，更是一场庄严的人生仪式。于静涵格外看重这场典礼，他希望能穿着学士服，从校长的手中接过那本沉甸甸的毕业证书。他想和朝夕相处了4年的室友们，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拍下最后的大合照。他还答应了外公，要让他亲眼看看自己被授予学位、拨动流苏的那一刻。为了这一天，他早早就开始做准备。提前2周，他便在公司的系统上郑重其事地提交了请假1天的申请。他在请假事由一栏写的是参加毕业典礼。他觉得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甚至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理由。在他看来，公司再怎么强调纪律，也应该会体谅一个实习生一生只有一次的重要时刻。提交申请后，他便安心地等待着审批通过的邮件。然而1天过去了，系统里没有任何动静。2天过去了，审批流程的状态依然停留在待部门经理审批。于静涵心里开始有点犯嘀咕。他旁敲侧击地问了问许丽，公司实习生的请假流程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规定？许丽告诉他，实习生请假确实比正式员工要严格一些，但像毕业典礼这种正当理由，一般情况下，只要提前申请，经理都会批准的。可能是卓经理最近太忙，还没来得及看吧。许丽安慰他。于静涵听了，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可又过了2天，审批流程还是没有变化。而此时，距离毕业典礼只剩下1周的时间了。他有些坐不住了。周一的部门例会上，卓远照例总结了上周的工作，并布置了本周的任务。他的情绪看起来不是很好，据说是因为一个他主导的项目被集团高层打了回来，要求重新修改方案。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都因为他的低气压而显得格外沉闷。会议的最后，卓远清了清嗓子，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我再说一件事。
他的语气比平时更加严厉。最近公司项目多，任务重，市场部作为公司的先锋部队，每个人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尤其是你们几个实习生。他特意加重了语气，不要以为自己还是学生，可以随心所欲。公司给你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平台，你们就要有感恩之心，就要懂得付出。他的话像是在敲打着什么，让于静涵的心不由得悬了起来。我今天早上在系统里看到一份请假申请。卓远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眼神却像刀子一样落在了于静涵的身上。有的实习生还没给公司创造任何价值呢，就想着要请假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却显得异常刺耳。毕业典礼固然重要，但你们要搞清楚，是工作重要，还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仪式感重要。公司不是学校，没人会惯着你们这些所谓的天之骄子。如果连这点职业精神都没有，我劝你们还是早点回家去，别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一番话说完，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若有若无地瞟向了脸色有些发白的于静涵。大家心里都清楚，卓远这番指桑骂槐的话是说给谁听的。于静涵的双手在桌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他感到一阵屈辱和愤怒。毕业典礼在他看来是人生大事，到了卓远嘴里却成了虚无缥缈的仪式感。他不明白，自己只是想请一天假，去参加一个对自己意义非凡的典礼，怎么就成了没有职业精神、不懂感恩的表现？这根本不是工作和仪式的选择题，这分明就是卓远在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故意刁难他。会议结束后，同事们都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了会议室，没有人跟于静涵说话。许丽经过他身边时，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同情，但最终也只是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在这样的高压氛围下，谁也不敢去触卓远的眉头。于静涵在座位上坐了很久，直到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冷静。他想，或许是卓经理因为项目不顺心情不好，所以才拿他撒气。又或许是自己的沟通方式有问题，应该私下里再跟他好好说明一下。于是他鼓起勇气，走到了卓远办公室的门口。他敲了敲门，进来。里面传来卓远不耐烦的声音。于静涵推开门，走了进去。卓经理。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谦卑。卓远头也没抬，眼睛依旧盯着电脑屏幕。什么事？经理，我是想跟您再解释一下关于我请假的事情。我的毕业典礼就在这周五，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保证，我会提前完成您布置的所有工作，绝不会因为我请假一天而拖累部门的项目进度。他一口气说完了准备好的说辞，语气诚恳到了极点。卓远终于抬起了头，他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脸上带着一种玩味的笑容。他看着眼前这个低着头恳求自己的实习生，心中的掌控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集团高层那里受的气，此刻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于静涵是吧？他慢条斯理地说道。
规定就是规定。现在是项目攻坚的关键时期，市场部的每一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凭什么要为你一个人开绿灯？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轻蔑和嘲弄。我理解你急着参加典礼的心情，但是你要学会分清主次。一个成熟的职场人是懂得如何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情感的。你还年轻，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他摆出一副人生导师的架势，说的每一句话却都像针一样扎在于静涵的心上。于静涵的嘴唇动了动，还想再争取一下。可是经理，这只是一天。卓远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要是实在想去也行。他话锋一转，身体微微前倾，盯着于静涵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实习鉴定上的一笔，你自己掂量。这句话像一盆冰水从于静涵的头顶浇了下来，让他瞬间心凉了半截。实习鉴定，这对于一个尚未毕业的学生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关系到能否顺利转正，更会成为未来求职履历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印记。卓远这番话，无疑是将于静涵的请求彻底地堵死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不同意，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于静涵怔怔地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看着卓远那张挂着虚伪笑容的脸，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职场的最纯粹的恶意。这种恶意与工作能力无关，与项目贡献无关，它仅仅源于对方手中掌握着可以决定你命运的微不足道的权利，以及他享受这种权利时所带来的快感。许久，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我明白了，卓经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打扰您了。说完，他没有再看卓远一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回到座位上，他默默地打开系统，撤销了那份请假申请。点击确认的那一刻，他感觉心里最重要的一个角落塌陷了下去。整个下午，他都魂不守舍。电脑屏幕上的数据，在他眼里都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乱码。他想不通，为什么一件如此简单而又合情合理的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下班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挤地铁。他一个人沿着公司楼下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很久。江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红了他的眼眶。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室友发来的消息：静涵，学士服的尺码我们帮你确认好了，你典礼那天可千万别迟到啊！看着这条消息，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决堤而下。他蹲在江边，像个无助的孩子，失声痛哭。这不仅是为了一个无法参加的典礼，更是为了自己初入社会便被现实狠狠打碎的美好憧憬。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向谁倾诉。告诉外公？不，他不能这么做。如果这点小事都需要依靠家里的背景来解决，那他当初隐瞒身份，坚持靠自己的决定，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必须自己扛下去。哭过之后，他擦干眼泪，站起身，重新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他的眼神里少了一分初出茅庐的稚嫩，多了一分洞察世事的清冷和坚毅。他想，既然这个世界有它的规则，那我就在你的规则里
打败你。他不会再恳求，也不会再妥协。但属于他的东西，他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毕业典礼，他去定了。至于那个实习鉴定，他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是离开这里。天大地大，总有能容下一个认真做事的人的地方。想通了这一点，他反而觉得一身轻松。他回到自己的出租屋，给自己下了一碗面。吃完面，他拿出手机，给外公文仁义发了一条消息：外公，我周5的毕业典礼，您一定要来。我想让您看到我最棒的样子。第2天，周4，距离毕业典礼还有最后1天。于静涵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在了办公室。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的波澜，仿佛昨天那个在江边痛哭的女孩不是她。她平静地处理着手头的工作，整理数据，撰写报告，条理清晰，效率惊人。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微妙，同事们看到于静涵，眼神里都带着几分复杂的情绪，有同情，也有疏远。大家都在刻意回避着昨天例会上的话题，而卓远则显得春风得意。在他看来，于静涵的屈服是他作为管理者权威的一次完美彰显。他成功地驯服了一个试图挑战规则的刺头，这让他感觉非常舒畅。他端着自己的高级定制咖啡杯，在办公区里慢悠悠地踱步，享受着下属们敬畏的目光。当他经过于静涵的座位时，还特意停顿了一下，用一种孺子可教的语气说道：“小于，这就对了吗？年轻人要把眼光放长远，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钻牛角尖。”于静涵没有抬头，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这种平静而冷淡的反应，让卓远感到一丝不快，就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但他也没有多想，只当是小姑娘还在闹情绪，过几天自然就好了。上午10点，卓远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悠闲地品着咖啡，构思着那份需要重新修改的项目方案。就在这时，他办公桌上的那台黑色内部座机急促地响了起来，清脆的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突兀。卓远放下咖啡杯，瞥了一眼来电显示，屏幕上跳动着一行字：董事长办公室专线。他的心猛地收缩了一下。这条专线平时极少会响，一旦响起，就意味着有极其重要的事情。他脑海中飞速闪过各种可能：是自己那个被退回的项目方案惊动了最高层，还是哪个副总裁要亲自过问市场部的业绩？他不敢怠慢，连忙清了清嗓子，整理了一下衬衫的领口，然后采用自己最恭敬、最沉稳的声线，按下了免提键。您好，我是市场部卓远。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轻微的电流声，随后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苍老但中气十足，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特有的不容置喙的威严。你是卓远？这句问话非常直接，没有任何客套的开场白。卓远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对着听筒，语气愈发恭敬：董事长好，我是卓远。他以为电话那头的人会是文仁义董事长的某位秘书或者助理，然而
电话那头短暂的沉默之后，那个苍老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几个分贝，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冰块砸出来的，带着雷霆万钧的怒火，穿透了听筒，狠狠地撞击在他的耳膜上。我外孙女的典礼，你也敢拦？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在卓远的脑海中轰然炸开，他整个人瞬间僵住了。嗡的一声，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维能力都在这一刻停摆。他脸上的那份得意和悠闲瞬间凝固碎裂，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错愕和难以置信。外孙女？谁的外孙女？董事长的外孙女？无数个问号像失控的弹幕一样，在他混乱的脑海中疯狂刷屏。他握着听筒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咖啡杯被他的手肘碰到，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褐色的液体和白色的瓷器碎片溅了一地。但他已经完全顾不上了，一股寒气从他的脚底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瞬间窜到了天灵盖。他脑海中疯狂地闪过部门里每一个实习生的脸，张扬的李萌，圆滑的孙浩，还是那个安安静静、逆来顺受、被自己肆意拿捏的于静涵。当于静涵这个名字跳出来的时候，卓远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几乎要停止跳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个穿着朴素、每天挤地铁上下班、看上去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实习生，怎么可能会是集团董事长的外孙女？这简直比天方夜谭还要离奇。可是电话那头那个充满怒火的质问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清晰。他想开口说点什么，想解释，想辩解，但他的喉咙像是被水泥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冷汗瞬间浸透了他的后背，他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电话那头，文仁义并没有给他太多思考和反应的时间。他能想象得到，对方此刻正处于一种怎样的震惊和恐惧之中，但这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给你10分钟。文仁义的声音恢复了最初的冰冷，但那份冰冷之下，却压抑着更加骇人的风暴。到我办公室来。另外，文仁义补充道，每一个字都像是对卓远的最终审判。静涵的假，我替你批了。啪的一声，电话被干脆利落地挂断了。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但这单调的忙音，在卓远听来，却像是为他的职业生涯敲响的丧钟。他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面如死灰。10分钟，从市场部所在的18楼到董事长办公室所在的顶层66楼，这短短的距离，此刻在他看来，却像是一条通往地狱的审判之路。他完了，这个念头清晰而又残忍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不是蠢人，他非常清楚，当董事长为了一个实习生的毕业典礼，亲自打电话给他这个小小的部门经理时，意味着什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打招呼或者通融，这是最高层对于他个人品行和管理方式的最彻底的否定。他想起自己昨天是如何趾高气扬地威胁于静涵。实习鉴定上的一笔，
你自己掂量。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愚蠢。他竟然拿着鸡毛当令箭，在一个自己完全惹不起的人面前耀武扬威。他以为自己凭着10年的钻营，终于也成了这栋大楼里一个可以掌控别人生杀大权的人物。可现在他才明白，自己不过是这巨大商业帝国里一颗随时可以被碾碎的尘埃。10分钟的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他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他走到门口，整理了一下已经有些凌乱的衣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外面的办公区依旧是一片忙碌的景象，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部门经理脸色已经苍白如纸。卓远迈开脚步走向电梯间，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沉重，像是灌了铅一样。他不敢去看于静涵的座位，他甚至不敢去想象，那个一直被他轻视的女孩，此刻正在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看着自己走向毁灭。顶层66楼，这里的空气似乎都比楼下要稀薄一些。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听不到任何声音，安静得让人心慌。董事长办公室的红木大门紧紧地关闭着，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卓远站在门口，抬起的手悬在半空中，却迟迟不敢敲下去。他能想象到门后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的狂风暴雨。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门从里面被打开了。开门的是董事长的秘书，一位看起来40多岁、气质干练的女士。她面无表情地看了卓远一眼。卓经理，董事长在等您。她的声音很平静，但卓远却从中听出了一丝怜悯。他硬着生头皮，跟在秘书身后走进了那间传说中的办公室。办公室非常大，装修风格沉稳而大气。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可以将整座城市的景色尽收眼底。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正背对着他站在窗前。即便只是一个背影，卓远也能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令人窒息的强大气场。这个人就是启星集团的灵魂文仁义。秘书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并轻轻地带上了门。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文仁义没有转身，也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这种沉默比任何严厉的斥责都让卓远感到更加恐惧，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卓远的后背已经被冷汗彻底湿透，他鼓足了所有的勇气，艰难地开口，试图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董事长，我……他的声音干涩而颤抖。文仁义终于缓缓地转过身来，他的年纪虽然大了，但眼神却依旧犀利如鹰，仿佛能洞穿人心。他没有像卓远想象的那样咆哮，也没有发怒，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让人感到害怕。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卓远战战兢兢地坐了下来，只敢坐沙发的边角，身体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文仁义走到办公桌后，也坐了下来。他看着眼前这个面如死灰的部门经理，缓缓开口：“你知道我为什么创立启星集团吗？”他的声音不高，像是在闲话家常。卓远愣了一下，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文仁义也没有等他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30年前，我还是一个在国营厂里拧螺丝的工人。那时候，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论资排辈，死气沉沉。后来，改革开放了，我下了海，创立了启星。我当时就发誓，我未来的公司绝不能是那个样子。我要创造一个平台，让每一个有能力、肯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价值，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他的目光落在了卓远的脸上。我最痛恨的就是把公司变成一个讲关系、论资历、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我更痛恨的是那些手里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利，就不知天高地厚，不想着如何为公司创造价值，不想着如何培养新人，而是把心思都花在满足自己那点可怜的掌控欲上的人。文仁义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卓远的心上。卓远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你告诉我，文仁义的语气陡然变得严厉起来。你拒绝一个实习生去参加他一生只有一次的毕业典礼，是出于公司哪一条规定？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哪一项利益？你用实习鉴定去威胁他，又是谁给你的权利？你觉得你这样的行为配得上启星集团中层管理者这个身份吗？一连串的质问让卓远无地自容。他张了张嘴，却发现任何解释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能说什么？说自己是因为项目不顺，心情不好。说自己就是想享受一下拿捏新人的快感。在文仁义这样的人物面前，任何谎言和借口都只会被无情地戳穿。我错了，董事长。卓远的声音里带上了哭腔。我是一时糊涂，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知道于静涵是您的。住口！文仁义厉声喝道。他猛地一拍桌子，巨大的响声让卓远浑身一颤。你到现在还觉得你错在有眼不识泰山？你的意思是，如果静涵不是我的外孙女，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实习生，你今天做的这一切就都是对的，都是理所当然的。文仁义的眼神变得冰冷而失望。这才是你身上最可怕的地方。你的骨子里就充满了对权力的崇拜和对弱者的蔑视。在你眼里，没有对错，只有强弱。像你这样的人，品行和格局都已经烂到了根子里。启星集团不需要你这样的管理者。文仁义靠在椅背上，脸上露出一丝疲惫。他挥了挥手，仿佛不想再多看卓远一眼。我不想在公司内部搞什么通报批评，弄得满城风雨，也算给你这个跟了公司近10年的老人留最后一点体面。卓远的心彻底沉入了谷底。他知道最后的审判要来了。文仁义看着他，用一种不容置喙的语气说出了那句决定他命运的话：你自己滚，主动提交辞职报告。短短一句话，瞬间压垮了卓远所有的心理防线。他瘫在沙发上，面如死灰。他知道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当他浑浑噩噩地走出董事长办公室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动弹。他在这栋大楼里奋斗了10年，
从一个普通职员爬到了部门经理的位置。他为此付出了无数的汗水和心血，也学会了各种职场上的钻营之道。他以为自己已经站稳了脚跟，前途一片光明，却没想到自己所有的努力和前途，竟然因为一次愚蠢的刁难，就此化为泡影。这天下午，一封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的邮件从卓远的邮箱发给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他开始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当他抱着纸箱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部门里的同事们都投来了复杂的目光，没有人上来跟他告别。他经过于静涵的座位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个座位是空的。他才想起来，今天是他的毕业典礼。卓远抱着纸箱走进了电梯，随着电梯门的缓缓关闭，他在这栋大楼里所有的痕迹也就此被抹去。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端，一所大学的礼堂里正在举行着隆重的毕业典礼。于静涵穿着笔挺的学士服，坐在台下，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当念到他的名字时，他迈着自信的步伐走上了主席台。校长微笑着为他拨动帽穗，并将毕业证书交到他的手中。台下掌声雷动。在观礼席的一个角落，文仁义穿着一身便装，安静地坐着。他看着台上那个亭亭玉立、自信大方的外孙女，苍老的眼眶里闪烁着欣慰的泪光。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默默地用手机记录下了这珍贵的一幕。典礼结束后，于静涵和室友们在校园里疯狂地拍照留念。阳光下，他们的笑脸比夏花还要绚烂。文仁义没有上前打扰他们，他只是远远地看着，然后给外孙女发了一条消息：静涵，恭喜毕业，外公为你感到骄傲。他转过身，悄然离开了这片属于年轻人的欢乐海洋。他知道他的外孙女已经真正的长大了。她不仅拥有了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拥有了一颗在面对不公时依然能坚持原则、不卑不亢的强大的内心。假期结束后，于静涵回到了公司。她依然是那个谦逊、低调、努力的实习生。卓远离职的事情在公司里引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但很快就被新的工作和话题所淹没。于静涵的身份依然只有少数几个高层知晓。新来的部门经理是一位从海外分公司调回来的女士，作风干练，但更注重团队合作和人性化管理。她很快就发现了于静涵在数据分析方面的才华，并给了她很多参与核心项目的机会。在新的工作氛围下，于静涵如鱼得水，成长得非常快。实习期结束时，她凭借一份堪称完美的实习报告和出色的项目表现，获得了部门所有同事的一致好评，成功转正。拿到转正通知书的那一天，她站在自己曾经奋斗过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她知道，属于她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真正的价值来源于自身不可替代的能力，来源于那份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曾动摇的坚持和底线，而不是任何背景的光环。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
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